阮金香，快去煮饭，长途跋涉，我的柔儿饿了。裴大金，你真是好样的！这3年你生死不明，我为你操持家里，照顾公婆。柔儿不饿，姐姐别生气。你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，竟然带回一个狐妹子！这饭我不做，谁爱做谁做。阮金香，老子才是一家之主，你反了天了！夫君莫要生姐姐的气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柔儿的错。既然姐姐厌恶我，那我走就是。柔儿，你怀着身孕能去哪儿？裴家就是你的家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不会让你居无定所。你把金香姐姐休了，娶我好不好？没用的东西，煮个饭都不会。哎，老子娶你不是当摆设的。糊涂东西，你一走3年，要不是金香照顾家里家外，你娘早就死了。哥，娘说的没错，这3年多亏了嫂子照顾一家老小，不然我们等不到你回来。娶她回来不就是为了伺候一家子？滚进去做饭。姐姐，裴郎和妾说就不喜欢你这样的，一脸的晦气，看着就倒胃口，也没点柔情小意，粗鲁的很。就喜欢你这样的狐妹子，你肚里揣着的是不是裴大金的种还两说。阮金香，柔儿是双身子的人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阮金香，裴家容不下你这样的毒妇，滚！滚出裴家！娘，你别哭了。狐狸精，你是故意的，我娘才没推你，你撒谎！小孩子家家，少管大人的事情。裴郎，我没事的，童言无忌，也许是有什么人教唆了，不怪孩子。夫君，我的肚子好痛。哭哭哭！裴千欢就只会哭，跟你那个毒妇娘一起滚！吵到老子的宝贝儿子要你好看！丫丫乖，娘给你烧水，喝点热的，暖暖身子就舒服了。娘，都是丫丫不好，是丫丫乱说话，拖累了娘。丫丫是娘的乖宝，哪里是拖累，不许胡说。裴大姐，你不顾念夫妻情分，我忍了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让丫丫来陪我受罪。没事了，丫丫，没事了。已绑定宿主，异世界穿梭系统正在激活中。异世界穿梭系统是什么东西？我也发烧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不是鱼藻纹碗吗？你这个碗卖不卖？虽说卖色差了点儿，但也还算完整。这个一个破了口的碗能卖钱，许是个骗子。但丫丫如今病着，我也没了别的选择。卖，给多少银子？哈哈哈哈，银子？我店里没银子。你要是想要银子，到时候去银店买就是了。哈哈哈，你也别嫌少，这碗缺了口，品相也不好，给你800是我良心了。800，是指800文？那么多的铜钱，能给丫丫抓药了。这么多菜，还有肉和鸡蛋，这个地方居然这么繁华。这个饼子怎么卖的？拿去吃吧，我看你也怪可怜的，这饼子也不值什么钱，吃吧。真的太感谢你了。使不得，我……你拿着吧，又不值钱，
你不要，我也是扔了，反而浪费。这什么异世界穿梭系统？该不会只能来不能回？检测到宿主返回意念强烈，将开启回程传送。5、4、3、2、1。金香，醒醒，娘来看你了。还好丫丫已经退烧了。你咋来了？大金那个混小子，就是那个狗脾气，你和他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别和他一般见识，跟娘回去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再给你和丫丫冻出个好歹。娘，是劝我和丫丫回去过日子，还是回去干活？那个狐妹子不滚出裴家，我绝不回去。金香啊，你可不能小肚鸡肠啊！柔儿再不对，她肚子里现在怀着老裴家的金孙，总不能让她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金香，当媳妇儿的要能容人，你啥时候想清楚了？啥时候来跟娘说，娘接你回去。娘，这些是哪儿来的？是娘之前存的银子换来的。丫丫答应娘一定要保密，别告诉别人。娘，我们吃的比在家里好，不是糙米稀粥啦。娘，小妹，叛徒，你来干嘛？笨蛋，我留在家里是为了给你和娘送吃的，我不在家谁给你们送？爹被那个狐狸精迷住了，他不会来找你们了。喂不熟的白眼狼，偷跑出去给你那个娘送吃的啦？我娘比你好1000倍、10000倍，狐狸精不要脸！小野种，你再骂一句！孽种，你怎么不去死？黑心肠的东西，那可是你弟弟！造孽呀！我就是要摔死他，摔死狐狸精和野种！大金，你造孽呀！这可是你的种，是你的儿啊！你要打死他吗？我没他这么恶毒的种，和他那个娘一样没良心。娘，咋了这是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娘。是爹，他被狐狸精迷了眼睛，他不要我了，让我滚出裴家，还说我和您一样黑心，都是白眼狼。裴大金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你不要我就算了，连自己的种都不要，虎毒不食子呢。你他娘比恶虎还毒3分。既然裴大金这么绝情，我拖着也没意思了，不如早点和那个人渣和离，这样我靠着异世界系统也可以养活儿女，不用看那狗男人的脸色。什么军功，什么官差，什么钱财我都不稀罕，只要一对儿女平安长大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不是很有骨气的吗？不是再也不回裴家吗？怎么又添个脸回来了？裴大金，你少给自己脸添金了。我是回来和你和离的，你真以为世界离开你不转了？一坨臭狗屎，还把自己当成了香饽饽啊！切，阮金香，你怕不是被冻傻了吧？和我和离？你确定？你阮金香啥也不是，离开我，你和那2个小野种不得饿死啊？阮金香，你敢动手打老子！姐姐，你可别和裴郎赌气了，外面那么冷，回头再冻出个好歹，村里的人还以为我们虐待你们母子呢。父亲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娘和裴大金说话，你一个贱货有什么资格插嘴？阮金香，你别后悔，既然你要和离，我成全你，以后你们母子3个是生是死与我裴家无关。好啊，死渣男，祝你和这朵白莲花绑死，别特么再来恶心我。金香啊，你别闹了，夫妻哪有隔夜仇的？你和大金说句软话，娘替你求情，你和孩子们都回来吧，别闹了好不好？裴大金死了3年，我当牛做马伺候一大家3年，吃喝拉撒哪个不是我？现在倒成了我闹。娘您的好意我领了，我和裴大金没有以后。姐姐既然要和离了，
裴郎这么做也是担心你卷走家里值钱的东西。值钱的？裴家有个毛线值钱的东西，穷的老鼠来了都特么想哭，不知道装什么大半蒜。老板，同志，今天又卖什么好东西？这个女同志精神不大好，但是有好东西啊。上次那个破碗，她可是卖了4、5千呢，赚了多少倍？都是你家的？嗯。你想卖多少钱？这姑娘白长这么水灵了，是个傻的，幸亏遇到了她，做生意讲究良心。拿好，这些钱可不少，足足有1万5呢。买你这几个碗和盘子只多不少。下次还有好东西，记得找我啊。发财了，这些钱可以换很多粮食和用的，拿到北齐去卖了，我就会有不少银子，就可以买个小院子，我们母子3人也不用流浪了。卖米喽，自家的精米，数量不多，先到先得。姑娘，这米不错，多少银子一斤？25文，你要是全要20文。来，买单。有了这20两，我们就能买个小院了。这段时间我靠这异世界赚了不少银子，足足有好几10两。眼下正值寒冬，我要想办法买一座院子，这样我们母子3个也不必再受冻了。阮娘子，您看这个院子如何？若是不喜欢，还有比这个宽敞一些的，就是银子恐怕要贵一些。娘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吗？娘，您好厉害，我们再也不用流浪了。对，我们有家了。这个院子以前是一对老夫妻，儿子出息了，接城里享福去了。院子空了，便宜卖，只要30两。这院子先问过房亲四邻，他们都不要，才敢拿出来卖给您的。30两其实不算贵了，我问了好几日了，都要40、50两，环境还不如这个。我买了，现在我们就去衙门写文书。好，阮娘子是爽快的人，这就走。趁着天色还早，衙门的人还在，写了文书，这院子就彻底是您的了。有了家，好日子才是一个开始，他以后只会越来越好，远离渣男都是好日子。阮金香，怎么离开我偷东西被人抓了？你说自己呢吧？不许你污蔑我娘，坏人！裴大金，你是不是出门没刷牙，满嘴臭味儿？我娘才不会偷东西。这就是你教的孩子，半点礼数没有，和野孩子有什么区别？我是他们的爹，有爹生没爹养，你算哪门子的爹？裴大金，我们和离了，我不是你妻子了，你敢动手，正好在衙门，我们找县太爷说道说道。阮金香，我们走着瞧，老子等你求我的那天。贱人！裴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娘，您去打听打听，看看阮金香那个小贱人傍上了哪家的地主乡绅，居然买院子了，还是在桃花巷。啥？你没看错？我都去桃花巷看过了，比咱们家的院子大了好几倍呢。门口还有2个家丁守着，我都没敢靠近。这个小贱人走了什么狗屎运了？我亲眼所见，人丫子陪着他和2个野种去的衙门。我不信，还找办文书的同僚问了问，确实是买院子。裴郎，他不会是早就发家了，借着奴家故意和你闹和离，带着那2个小崽子出去逍遥快活去了吧？我就不该那么痛快答应那个贱人。现在好了，到手的富贵飞了。哎呦，阮娘子真是好本事啊！瞧瞧这屋里屋外收拾得多好。哪阵风把您吹来了？不出去说媒，来我这儿做啥？
阮娘子这话就说的外道了，不是？自然是给阮娘子送喜的。喜？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带着2个小的，好不容易才过上好日子，喜从哪儿来？不知您说的喜从何来？阮娘子不知，你的事情可是在10里8村传来了。裴大金那个天杀的不懂珍惜，有的是人珍惜。我是受人所托来给阮娘子说亲的。说亲？我不用你说亲，你去和那些惦记我的人说一声，我阮金香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嫁人。我是傻了吗？还嫁人？伺候人没够，我一个人带着2个小的，日子逍遥快活，靠着异世界赚得盆满钵满，为何要去给人家做妻子，起早贪黑的伺候一大家子？阮娘子莫要赌气，天下好男人有的是，你不可因为一棵歪脖子树砍了一片森林啊！您莫要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此生不嫁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柔儿，柔儿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裴郎，你听我解释。柔儿，我宠你疼你，你是把老子当绿头龟了？为了他你打我？是，要不是看你有一份不错的差事，你觉得我会委曲求全跟着你？所以你一直对我都不是爱，只是利用。是。你真是好样的。那孩子呢？孩子是我和他的，与你何干？所以我一直在给别的男人养孩子。别喝了，你不爱惜自己，老娘还心疼呢。当初就不该让你和金香和离。娘，你提那个贱人干什么？不许你这么说金香，她可比那个小狐狸精好多了，最起码孝顺没得说。要不是她，这3年你娘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呢。儿呀，你听娘一句劝，去把金香哄回来吧。那2崽子都是你的种。金香是个死心眼儿，这些年一直在等你，你倒好，一回来就和他闹。我不去。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呢？金香多好，长得也水灵，还给你生了1儿1女，哪儿比不上那个狐狸精？现在人日子过得多好，不知道多少老爷们惦记呢，你还不乐意去？人和我和离了，能愿意回来？还不是你自己造的孽，你自己想辙。反正我要金香回来，继续给我当儿媳妇。哎，金香，我来看看你和孩子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裴大金，但凡你要点脸都不能上门。当初是怎么说的？我们老死都不相往来。这是给孩子买的零嘴，还有一些用的东西。阮金香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少小人得志！就算你不想见我，孩子也是我的，我来看孩子有什么错？孩子？你还知道孩子？你当初因为那个贱人把一对儿女赶出来的时候，怎么不说那也是你的孩子？滚！少来打扰我们。金香啊，娘知道这么做不厚道，可是大金那个逆子，娘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你就原谅他一次好不好？娘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是我和裴大金的缘分尽了，我们已经和离了，这件事您就别提了。大金那个傻子被柔儿算计了，那个贱人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大金的，还在外面有了野男人。老天爷开眼了，总算给裴大金那个畜生一个教训了。怪不得裴大金一反常态上门示好，原来是当了绿乌龟啊。金香，大金知道错了，你就看娘的面子上回去吧，裴家不能没有你。娘，在裴家您对我算不错，我一辈子都认你。但是我和裴大金真的回不去了，从他抛弃妻子开始，就注定了结局。阮金香，你别欺人太甚，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，
今日孩子必须跟我回裴家。裴大金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你要是不瞎，应该看得清楚，上面写着白纸黑字，你自愿放弃2个孩子，现在怎么没了孩子就来和我抢？阮金香，你的心肠怎么那么狠呢？裴家落魄你走了，现在你发达了，就不想要我这个夫君了？是不是看上了别的小白脸了？你要是看上也行，把我儿子还给我。是你服兵役一走就是3年，生死不知。我替你守着裴家，你一回来就带着小妾，还抛妻弃子。你现在反咬一口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你怎么有脸上门的？就是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你想要孩子，除非我死，要么休想。大人，属下要告阮金香抛夫，还不让属下见孩子。阮金香，裴大金控告的事情是否存在？大人，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。民妇和裴大金和离时候就签订契约，他放弃2个孩子，民妇不过是按着契约行事。至于抛夫更是不存在，是民妇被他赶出去，差点冻死野外，幸亏民妇福大命大才没死。裴大金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身为府衙之人，不思如何以身作则，知法犯法，这件事必须严惩不贷。裴大金暂时停职，回去好好反省。县太爷，我不服！不服？你若再敢胡言乱语，本官定不轻饶。小样的和我斗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现在消停了吧？金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金香，我不在的3年，娘都告诉我了，都是你在支撑这个家。之前是我混蛋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现在才看到我的好了，我为了裴家付出的一切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裴大金，我没想到你这么狠，你赶走我就算了，那孩子呢？他们都是你的孩子，你当时怎么不想想孩子还那么小，天寒地冻的，出去会不会被野兽叼走，会不会冻死在外面？你当时想过吗？你没有，你的眼里心里都只有那个小婊。金香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努力弥补你和孩子们的。金香，我宁可相信天上下红雨，也不信渣男能改。娘，您会不会原谅他？原谅不存在的，我只是想知道裴大金到底打的什么算盘。我才不信裴大金这样的人会改过自新，除非河水倒流。裴大金，演戏有演，演完了就可以滚了，少在这里碍眼。金香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我为了你一大早就开始挑水劈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裴大金，这是你自愿的，不是我求你来干的。还有，你以后都别来我这儿，不想看见你，你也不用做这种事情委屈自己，我们不会有以后。阮金香，差不多行了，我都委曲求全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裴大金，你他妈真够恶心的，合着我求你来的？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？怎么，这就演不下去了？演不下去以后就别来，没人欢迎你。金香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大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看他为了表达诚意，效仿古人，负荆请罪了。真是恶心到了古人。古人要是知道这个法子被他用了，估计在地下都不得安宁。金香啊，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。娘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您别劝了，多说无益。更何况你们还有2个孩子，你总不能以后让丫丫和铁锤喊别人爹吧？就是嫂子，差不多得了，我哥什么时候这么委曲求全过？我以后不想再纠缠这个事情了，以后你们也不要再来了，我不会成为谁的妻，我只想自己带着孩子好好的活下去。你们回去吧。娘，我就说没用，我就不该听你那给他求饶，他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娘，你打我哥干啥？我哥说的没错，您看看他咋的那么无情呢？大人，你要替属下做主啊！没用的东西，让你盯着县令，你怎么做的？为何被革职？都是属下无能。县太爷知道属下是您的人，故意给属下穿小鞋，利用属下家里的事情为难属下。
属下为了替您办事，早已和县太爷交恶，他才故意针对，趁着那个贱人去闹事，正好给属下革职。您一定要替属下做主啊！县太爷完全就没把您放在眼里，您让做的事情，他一件都不办。他好大的狗胆，真以为本官不敢动他？既然当够了县令，那就换个人当吧。你回去等消息。裴大金，我希望你别让本官失望，否则后果你知道的。大人放心，小的必定给大人鞍前马后，誓死追随。阮金香，看到了吗？本官升职了。那真是恭喜裴大人了，新官上任，可要多为百姓谋福利啊。小女子就不打扰裴大人了。阮金香，别说本官不给你机会，只要你现在和我说几句好听的，再求求我，我会考虑重新纳了你。我真是要被这个裴大金笑死了，他哪来的脸还求他？我阮金香求狗都不求他好吗？能不能有多远滚多远，少来碍眼。裴大人现在身份高贵，贱妾自然是不配大人的，还请大人高抬贵手，换个人吧，妾没那个福气。这个贱人真是给脸不要脸，一个下堂妇还给他摆谱。哼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就算是公职，也不能私闯民宅！娘，这些坏人要抓我！不怕，不怕。裴大金，你闹够了没？到底要怎么样？阮金香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大锤是我裴家的种，自然要回裴家。至于你和那个裴钱货，呵呵，总有你们后悔求我的时候。快走！铁锤，你听娘说，你先跟他们回去。放心，娘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接回来的。我们不会分开太久的。娘，记得来接我，我不要和他一起生活，我要娘。这么晚了，这是出了什么事情？这么大动静，不会是北狄吧？到底怎么了？你现在就跟我走，北狄打过来了。北狄？真的又是北狄？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想去北狄当奴隶？眼下城内混乱，我和女儿出去就是被抢的对象。跟着裴大金这个人渣，或许还有一条活路。我们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最繁华的京城了。云城是待不了，北狄的人心狠手辣，留下只会送死。不想死的，就把值钱的东西留下。各位爷，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，没那么多银子。不过这个女人有，她刚买的院子，手里肯定有不少粮食和银子。小娘们儿，你男人都不要你了，不如你跟了我们首领算了，还可以讨口饭吃。我就不该信裴大金这个人渣，遇到马匪还不如北狄的乱军呢，说不定还可以活下去。各位爷，只要你们答应饶小女子和女儿一条贱命，我知道哪有粮食，可以全部给你们。现在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，粮食和物资可以再赚，要是人死了，那就真的一了百了了。娘，我们会不会饿死在这里？哥哥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丫丫好怕呀。裴大金就算是禽兽，应该也会保护铁锤的吧？那毕竟是他唯一的种了。只要铁锤还活着，我们母子总有再见的时候。丫丫乖，相信娘，我们一定会没事的。娘会努力赚银子，我们去最繁华的京城，好好的生活。京城有糖葫芦吗？总算看到了希望。有北齐的军队驻守，我们就不用担心被北狄掳走了。民妇见过季将军，不知将军喊民妇来此地所为何事？你是裴大金的夫人。
你可知县令弃城而逃是什么罪？将军怕是误会了，民妇和裴大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城还未丢的时候，可是有人看到了裴大金亲自来你府中接你。没关系，会管你的死活？你当本将军是傻子不成？那么好糊弄，还不如实交代。裴大金人呢？将军在审问民妇之前，应该就知道，民妇是被逼着和裴大金离开的，不是民妇自愿的。他是为了孩子，并不是为了民妇。裴大金仗着自己赚了军功，一回家就赶民妇出门，这次更是把民妇丢给马匪。要不是民妇命大，早就死了。还不算太蠢，那样的人，早点和离对你或许才是好事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这个季将军的气势也很威严，还是远离这些人为好。军爷，我们都是良民，现在城内不太平，我们想去城外京城寻亲。将军有令，裴大金还没抓到，你和家人不许出云城。我好不容易把存的钱换成银子，就准备去京城重新开始，顺便寻找儿子的下落。现在好了，连云城的门都出不去。我上辈子是刨了裴大金家的祖坟吧，这辈子没完没了的给那个人扎善后，现在还要被困在这里，他怎么不去死？娘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爹好狠心啊！不要我和娘。放心，娘不会让我们死在这里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救命！有没有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？没看见。将军忍耐一些，这些伤虽然不致命，但是伤口很大，失血过多也会死人的。多谢。之前的事情，将军为了守卫云城而伤，之前的事情民妇都忘记了，将军莫要介怀。此女胸怀大度，胆识过人，倒是和裴大金截然不同，日后必然非池中之物。谢谢你，姑娘。我手里的药物不多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阮夫人，那日承蒙阮夫人舍命相救，否则季某人也无法为民请命。将军是云城百姓的主心骨，妾能救将军是妾的荣幸。夫人大义，大恩不言谢。要不是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否则我也不愿意趟这趟浑水。身为北齐百姓，妾理应如此。这些都是你的？是，祖传的，您收吗？收，这可都是北齐的好东西，你想卖什么价格？可惜了，这都是好东西，沾染了污血就不值钱了。总共10万块，你看如何？10万，发财了！不行，我要稳住。按照以往的情况，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再加一点。老板，您再加点，我这瓷器品相都不错，还有几个可是官窑的货，我也不多要15万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批东西确实不错，15万我也有的赚。这姑娘虽然不咋聪明，但是祖上肯定是出过大人物的，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古玩出售。这样的人不能得罪。好，成交。大家都别急，都有。往前来。多谢夫人，夫人是好心人。阮夫人是良善之人，有心了。季将军，这个女人的银子来路不正，我怀疑她是奸细。无凭无证，你污蔑阮夫人，你可知罪？民女说的都是真的，民女曾经是她前夫的女人，穷的饭她都吃不起，现在却失踪。这个小还真是恶毒，云城战乱都没死，狗命真硬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哪个人的不义财可以存这么多的粮食？草民也是担忧将军被人蒙骗，不是故意抹黑阮娘子，不是故意，那就是有意喽。你是不是嫉妒我呀？我都把裴大金让给你了，
你还不满足，要置我于死地。幸亏季将军是明白人，否则我是不是得冤死？将军，柔儿不是故意的，这都是误会。阮夫人是有功之臣，不仅救了本将军，还乐善好施。你这种货色也好意思说误会？来人，押下去，杖责20军棍，以儆效尤，看谁以后还敢污蔑好人！你不得好死！秦香，你救救我！你一定要救救我，否则我就得死了！这不是裴大人吗？这是怎么了？不是逃去京城了吗？怎么这么狼狈？金香，我当时真的是迫于无奈，你也不想儿子落在马匪的手里吧？我知道你聪慧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呸！你个臭不要脸的玩意儿！老娘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，差点害死我？你要不想死就去自首吧，季将军是明白人，会给你一条活路的。阮金香，这就是你给我想的办法？你是想我死吧？嫂子，你和我哥好歹夫妻一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我哥要是出事，铁锤和丫丫怎么办？铁锤呢？我怎么没看到他？阮金香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帮我，这辈子你都别想见那个孽种。好，为了铁锤，我答应了替你说话，保你一条狗命，其余的我不会管。娘，我要娘！爹，你把我娘还给我！这孩子跟着裴大金，怕是吃了不少的苦头。娘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好孩子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娘，您不知道，我爹根本就不把我当人。一路上他们吃细粮，我连粗粮都吃不上，饿得我浑身发软。爹还说我是贱种，就该这样。将军这是送错了地方。没有，金香，我知道这么喊你有点不妥，但是我今日是来和你提亲的。提亲？季将军莫来说笑了，这件事万万使不得。妾蒲柳之姿和将军不合适，将军一片真心，还是换个人吧。难道是因为裴大金的事情，阮金香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？金香，你到底是女子，身处这乱世之中，总要寻求一方庇佑，不如考虑一下我。我家中无妻，也无妾室通房，愿意娶你为妻。妻？我一个下堂妇，居然会被人求娶为妻的时候，还是镇守一方的将军。不行不行，得好好想想。季将军好意，金香万分感激，但是成亲，金香今生都不会考虑了。若是将军不嫌弃妾平民之躯，妾愿意和将军结拜为异姓兄妹。将军意下如何？好，既然阮妹不想成亲，兄长自然成全。阮金香那个真是够他娘的无情，说不管真的不管，害得老子挨了那么多下，疼死了。大哥，你收敛一二吧，人家阮金香今时不同往日了，现在可是季将军的结拜妹子。我可是听说了，季将军上门求亲的，阮金香可是连将军夫人都不稀罕，直接拒绝了。那可不是说我到底是铁锤和丫丫亲爹，就算是季将军，也不会实心实意对那两崽子实心实意的好。阮金香就是嘴硬心软的主，等他好了再去磨一下，然后送点小礼物哄哄，有那个小弟替自己美言几句，季将军让自己官复原位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？你来做什么？大金，我知道错了，当日我说的是气话，我对不住，你打我一顿好不好？我愿意留在你身边好好过日子。现在活不下去想起我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裴郎不知，姐姐可威风了，帮助城内百姓疗伤，把季将军迷得七荤八素的。裴郎也莫要怪罪姐姐，毕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他得意不了多久，老子有的是办法，让他投鼠忌器。阮金香，你脑子秀逗了吧？
收这些破烂能干嘛？咋的？你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50大板不疼了？阮金香，你神气什么？不就是赚了几个臭钱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你还别说，我就是看不起你。裴大金有种你就少出现在我眼前碍眼。出门没镜子也没尿吗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来自己跟前显眼。裴大金，你确定要动手？没事你只管打，只要你不怕季将军找你麻烦。狗仗人势的，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算了的。别打了！裴大金，你有毛病，放着门不走翻墙，打死你也活该。你不会是穷的活不下去，来我家里偷东西吧？你胡说什么？谁偷东西了？我是来看孩子的。真晦气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还被这个打了一顿，真是气死了。你看我信你的鬼话吗？看孩子不走正门，翻墙。喝多了，误把墙当门了，被你一顿打的酒都醒了。不用假好心，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我报官，说你半夜私闯民宅。别推，我自己会走。哎呦，你说那个小收那些破烂货做什么？也不值几个钱。裴郎也信他的障眼法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裴郎真的相信他没有野男人可以活下去？那些破烂又不值钱，他是如何买院子，又如何施粥赈灾的？还是你聪明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明天开始就盯着那个小看看他的银子到底是从哪儿赚的。大妹子，大妹子，快坐，这次有什么好玩意儿？你且看看，这次好东西不少。这次的的确不错，居然还有几个玉器。不知这次可以卖多少钱？老板8万吧，我知道你的价格公道，但是我确实有难处，以后有好的我还给你留着。好，以后有好东西记得给我留着，价格好说。这些东西都可以储存一段时间，拿回去摆摊，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的。阮金香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敲门那么久都没人开门。裴大金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，你是耍狗皮膏药的，没完没了。我们和离了，以后婚嫁自由，我去哪儿没必要给你交代。你现在滚出去！阮金香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怎么这么无情呢？你是自己没家吗？天天来我家做什么？滚出去！阮金香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不会是勾结了马匪吧？那些都是赃款。你还有脸提马匪？要不是老娘福大命大，早就死了。滚！大人，草民要告阮金香勾结马匪，洗黑钱。裴大金，你说我勾结马匪，证据呢？我还说你勾结北狄呢。你少血口喷人！大人，民女要求见季将军，他可以证明民女的清白。肃静！既然阮娘子要见季将军，即刻去通传。王大人，你和季将军关系匪浅，你现在见他就是为难他给你作证。本将军为何不能上堂？是你心虚，还是惧怕本将军说出实情？大胆！裴大金，你敢诬告！来人，拉出去打20大板！阮金香那个简直人尽可夫，肯定和季将军有不三不四的关系，否则季将军怎会帮那个？你轻点儿。裴郎，你就甘心如此吗？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裴郎，你别那么死心眼儿嘛，可以想办法先讨好那个住进桃花巷，再想办法摸清楚他是如何赚钱的，不就好了吗？他现在那么厌恶我，怎么可能给我机会？我有办法让阮金香死心塌地的爱上你，只是裴郎发达了，可不能忘记奴家。只要你让我和那个重新在一起，
我一定不会忘记你。这小娘们这么遭人惦记，咋还有人要绑她？金香，你别怕，我这就来救你。柔儿是怎么办事的？这个蠢货怎么不放水？招招下死手，这是想要老子的命！不！你没事吧？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担心你出事，一直派人暗中盯着你，算是保护。没想到今日有人来报，说你被人绑架了。金香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不能不管我吧？我可是因为你新伤叠旧伤。季将军是因为派人盯着我，你呢？怎么那么巧合就出现在那儿？难不成你也整天盯着我？裴大金，这件事不会是你搞的鬼吧？那个绑匪是你雇的人？阮金香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是路过，恰好看到你出事，才跟着一起去的破庙。怎么我救人还救出错了？我不管，你不能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这样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你不就是想看我的银子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好啊，你既然愿意留下来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裴大金我的家里不养废物，你既然要留下，就得帮忙干活，家里的重活、脏活、累活都是你干，等你伤好了，麻溜滚蛋。合着你是让我当苦力？没想到阮金香这个小挺有头脑的，要是自己和她成亲了，以后就都是好日子了。金香，你看我干半天了，你要不要分我一半银子？裴大金天还没黑呢，你做啥梦呢？凭啥分你呢？是你自己要死去白来的留下给我干活的，不是我求你的。阮金香，我是你男人，分你点钱咋了？更何况，就算是我留下给你干活，那也是因为心疼你，你咋的不知道好赖呢？你现在可不是我男人，我们和离了，我也没求着你帮我。不乐意你可以走啊。阮金香，你玩老子呢？不想干就抓紧滚蛋，别影响我赚钱。这个小赚了那么多的银子，自己现在走了，不是便宜了这个？金香，我们俩什么时候成亲？到底谁给这个笨蛋的自信？成亲？你是不是老毛病犯了？谁要和你成亲？阮金香，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，我这么好的男人可不多见了，你别到时候后悔。你不会是还惦记着季将军吧？少胡扯！我就知道你还是在乎我的，毕竟我才是2个崽子的爹。你也知道你是孩子的爹，你除了生了2个孩子，你这个爹还有啥用处？金香，你还好吧？金香，我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情，我先回去了。裴大金这个怂蛋，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金香，我知道你不想成亲，但是裴大金不死心，一直纠缠对你也不好。不如这样，你我假成婚，婚后你想做什么随意，我可以给你立字据。有一说一，季将军人确实很好，可是这样对他不公平。不必，他也就是嘴贱了些，也不敢做什么，更何况还有你在。你和裴大金已经和离，现在他又赖在你这里，被传扬出去。你是女子，吃亏的终究是你。我一个大男人无碍，若是日后你遇到了合适的，我愿意与你和离，还你自由。金香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我等你。娘，您是不是不开心？爹是不是又惹你了？娘，您不用在意我和妹妹，我们没有这样的爹。丫丫、铁锤，你们觉得季叔叔怎么样？季叔叔人很好，每次来看望娘，都会给我和哥哥带很多好吃的。对，要是季叔叔是我们爹就好了。尝尝怎么样？娘，您尝尝好甜，你也要替自己多考虑，不用在意我和哥哥。若是娘喜欢季叔叔，我们愿意他做我们的爹爹。阮金香，给我来一副碗筷。裴大金，你和金香已经和离了，以后少出现在这里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季将军，这句话应该在下说吧？你和金香虽然是结拜兄妹，但是男女有别，你这样总出现在这里，是不是不合适？我没有你这样的爹，你算个什么爹？管过我和妹妹吗？好意思说你是爹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
老子就算没管你，也是你老子，这事儿改不变了。你这个小白眼狼，怎么和你爹说话呢？你滚出去！我没有你这样的爹，也不稀罕你这个废物爹。金香，这块令牌你拿好，这是我季家的信物。要是你遇到了难处，就拿着它来季家找我，或者季家任何一个人都会帮你的。好，对不起，成亲的事情我不能答应你，我觉得对你不公平。金香，现在北狄的事情平定了，我要回京城复命了，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去京城吗？即便你不想和我成亲，我也想护着你们母子三人，在京城我可以更好的照顾你们。我会去京城，但不是现在。金香，我在京城等你和孩子们，你早点来啊。一路平安，到了京城，派人来送个口信儿。此别不知何时再见，我给你留一个人保护你和孩子们。不用，我和孩子不会有事，你别担心。裴大金不是好人，我在或许还可威慑一二，我不在，你们母子三人没有保障，是一个女子，不必担忧。见过夫人，夫人不必忧心，婉娘一介舞女，不会打扰夫人的生活，还可保夫人和公子小姐无忧。留下吧，婉娘是可靠的人，早些年我救过她的命，是留下报恩的，不必介怀。我们京城见。我等你。我走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阮金香呢？我是她前夫，现在来下聘，让她出来，我们把成亲的日子挑好。就是阮娘子呢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这是我和阮金香的事情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你轻点，痛死了！阮金香的谋杀你夫君，你管不管？裴大金，带着你的东西抓紧滚蛋，少惊扰阮夫人，否则我就直接废了你二弟，让你以后当个废人，看你还怎么祸害良家女子。你给我等着！裴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大的火气？滚开！还能怎么了？还不是阮金香那个小贱人，不知道从哪儿请了个女的，会武功，害得老子差点死那儿。真晦气！裴郎，我当什么事情让你如此苦恼呢？小事一桩。你有法子？自然。女子最在意的就是名节，你让婆母喊她吃饭，给她道歉，然后在她的饭菜加点料，到时候还不是……宝贝儿，还得是你，一肚子的坏水，也喜欢。金香，娘许久不见你了，你也不回来看看娘。娘，最近不太平，我又照顾2个孩子，就没去裴家，而且我现在的身份也不方便去。娘知道上次的事情，你还在怪那个逆子。今天娘就是来给你道歉的，喊你回去吃顿饭。不行，夫人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你虽然是季将军的人，但是你到底只是个下人，看着2个孩子就好了。我们一家人吃饭，关你什么事情？娘，婉娘是我的家人，不是下人，您误会了。怪不得主子喜欢阮金香，原来她从来没把自己当下人看待。如果婉娘不去，那我也不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娘答应你。不太对劲，小心吃屎。家嫔没什么好吃的，姑娘尝尝我手艺如何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吃。今日我只是陪着夫人来的。这个真是累赘，要不是打不过，早就弄死这个。婉娘，你别总是这样，既然都是一家人，来了就是客人，客随主便，尝尝。怎么回事？没效果吗？难道是假药？你和柔儿的感情真好啊，你也不至于当着我们就开始真人秀吧？金香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和柔儿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看她可怜才收留她的。心疼到了床上？裴大金，你要大方承认，我还高看你一眼。现在你让我觉得恶心。阮金香，你到底要如何才肯和我成亲？成亲？裴大金，你是不是没睡醒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给你这样的男人。再敢打夫人的主意，我弄死你！要
锤，你们别吓唬娘，快出来！夫人，小姐和公子怕是出事了。夫人先别急，那些人抓走小姐和公子，必然有所企图。只要有所图，他们就是安全的。还是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糊涂了。婉娘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怀疑是裴家搞的鬼，否则不会如此巧合。我们去了裴家，家里就出事了。夫人莫急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既然已经有了猜测，夫人不如冒险一把。怎么说？这个你拿着防身，先去裴家试探一二，看看是否有线索。怎么后悔了？不是不和我成亲，又来裴家做什么？看我笑话？孩子们想你了，想见见你。你现在有空吗？之前总来看孩子们，怎么今天不吭声？你说话。你同意和我成亲，否则我们之间还是少见面，免得有人以为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也不是非你不可，我不缺女人。真想一脚踹死他！这个柔儿，最近不仅采买的东西多，还总是到点就出去。没人，我来的时候注意着呢。嘿，这不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吗？讨厌，快点吃饭吧。哎，来。果然在这儿。不行，我要赶快回去告诉夫人。那2个野种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死不了。只要有口气儿就行，别让他们死了，否则就不值钱了。放心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这点道理我们懂。果然在这儿。大人，我一双儿女被人绑架，求大人做主。季将军对阮金香真的是用心，居然把季家的令牌都送给了阮金香。要是被季将军知道自己照顾不周，以后怕是会有麻烦。这些刁民竟敢青天白日掳人，我立刻点兵随你救人。多谢大人，此番恩情名副记下了。来了来了，谁呀？敲敲敲！你家死人了，敲什么敲？你是何人？大哥，我和柔儿是姐妹，今日她有事，让我来送吃食。什么柔儿？我不认识。疼！孩子呢？什么孩子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！疼！再不说，不只是手废了，大牢内的酷刑都给你尝尝。被人带走了。一次性说完。什么人带走的？是柔儿带走的，去哪儿我真的不知道了，求你放过我。大人，这几个人就交给你的人了，怎么做你应该清楚。哎，阮金香，你做什么？柔儿呢？不知道，2天没看见了，我又不是他爹。裴大金，孩子不见了，是不是他干的？阮金香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孩子怎么会不见的？你把孩子弄丢了，你打我！阮金香，你是要倒反天罡？裴大金，柔儿那个，如果孩子出事，我第一个先弄死你！你还不说实话吗？那也是你的儿女，你跟着外人害自己的孩子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孩子不见了。别担心，我知道孩子在哪儿，有我在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是属下无能，没能看好小姐和公子，属下该死。若非你汇报季将军，他也不会及时赶来。我们2个势单力薄，想要救人太难了。你知道孩子的下落？孩子还活着，就是处境不太好，在50里外的兔儿寨。三爷，您可是说好的，人抓到了听奴家的。我想那2个野种死。要不是阮金香害自己，她也不会流产，更不会被裴大金那个人渣当泄欲的工具。老子费了半天功夫，1毛好处没捞着。你说撕票就撕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男人果然都是闻着腥味就来的狗。
当初哄着自己上床的时候怎么说的？玩够了就一脚踹开了。三当家，滚开！抓紧找个人给阮金香送信儿去，耽误老子正事儿，我弄死你！三爷，您不是和奴家说好的吗？那两野种交给奴家处置的，您不能说话不算话。哼，你是个什么货色，自己心里没逼数？一个供人玩乐的东西，还敢和爷讨价还价，配吗？对方提出让我拿100两银子去兔儿寨赎人。你先别担心，既然对方现在要赎金，说明人还是安全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们救回来的。你是将军，无诏书不能离开京城，你是如何说服陛下的？我接到消息就入宫了，请奏陛下下旨，来这里剿匪。这个男人好的有点过分了，要不是因为孩子的事情，他不用冒险。万一陛下知道，以后必然被怀疑。银子我有，虽然俸禄不多，但是我还有些私产，100两还是拿得出来的。不用，银子我有。100两不是小数目，阮金香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为何如此有钱？你就是阮金香？正是在下。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女人见了我居然没有半点畏惧，反而有一种天生的傲骨，嘿嘿，有种想要征服的感觉。爷的要求换了，不要100两，我要你留下给我当压寨夫人。好啊，夫人，您不能同意。不过我有要求。自己果然没看错，这个女人真有意思。自己当山匪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敢有女人和自己谈条件的。你说，第一，我要见我的孩子们，确认他们无事，并且让他们和婉娘离开。第二，我要他死。三爷，他就是故意忽悠你的，他不会甘心留下给你当压寨夫人的。聒噪，满足你了。带着他们回去，孩子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先走吧。夫人，我定会回来接你。苦情戏演够了吗？答应你的都兑现了，现在该你了。让我当你压寨夫人，是不是该明媒正娶？我要一场婚宴。好，阮金香，我奉劝你最好别和我耍花样。三爷，三夫人不见了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人在房间里关着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？属下也不知道，属下把三夫人的屋子里里外外寻了个遍，可是人真的不见了。好啊，阮金香，怪不得你让孩子和那个女人先走，原来是自己有后手啊！爷倒是小看你了，哼，被爷看上的女人还没有能逃走的，你真是独一份啊，有意思。夫人，您是如何出来的？兔儿寨守卫那么森严。我是趁着他们守备不严的时候，偷偷从后山溜走的。后山，天色那么黑，后山又灌木丛生，阮夫人还有这本事？你不知道，以前我在裴家过的什么日子？裴大金不在，一大家子等着我养活。我把附近的山都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，为了找吃的，山里怎么走我门清。那个人渣活着就是祸害，怎么不死呢？你和他和离真是最明智的选择，否则柔儿就是你的下场。季将军带着将士们去剿匪了，不知情况如何了？他以为你被留下当压寨夫人了。你去给他送信儿，说我平安无事，别被三当家的利用了。我在剿匪的时候，听到那些山匪说他被关着凭空消失了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怎么了？你是如何离开的兔儿寨？他们说你忽然就不见了，你信不信我？金香，我没有窥探你秘密的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，只要你平安就好，其余的不重要。异世界的事情太过于诡异，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这件事我准备烂在自己肚子里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这个送你，你看看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好看，很精美。这匕首的做工，只怕是宫里的能工巧匠都未必做得出来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昨夜他因为收到礼物一激动，直接抱住了我。夫人，夫人，既然你也喜欢将军，为何不？将军人不错，您和将军在一起绝对很幸福。婉娘，将军确实不是我一个二嫁女，还带着2个小的，我不想我的孩子以后受别人欺辱。你就别操心了，我也不想做依附男人的兔丝绒。婉娘，我想带着孩子们去京城发展，自己开个铺子，你来管如何？你可愿意随我一起走？夫人的未来还有我自然是愿意追随夫人的。夫人千里迢迢来到了京城，
开了这间点心铺子，就是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。我一定要帮夫人看好。这种货色也好意思在京城南纳街开铺子？姑娘，不知你有哪儿不满意的，我可以给您调换或者退银子给您。让你们老板出来说话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贱婢也配给我道歉？抱歉，姑娘，我们店老板不在，有什么事情您和我说也是一样的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无能。哼，你就是季将军从边关带回来的那个妇人？就你这样的人，带着别人的孩子，还妄想入季家的门？怎么，自己无法吸引季将军的青睐，所以拿我这个市井小人出气？大胆！你可知眼前之人是什么身份？你有几个脑袋？夫人，这位应该是永安郡主新月将军。将军常年带兵打仗，鲜少与女子亲近，这次回来带着您，恐怕这人不会善良。以后自己少不了要和京城的人打交道，想立足就不能树敌无数。自己的身份不如对方，不如解释一二。姑娘，你怕是误会了，我和季将军并非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既然不是，就离他远一些，免得因为你毁了他的威名。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有人污蔑我们的铺子，说我们的点心都是坏的。你先别急，慢慢说怎么回事。我怀疑这件事和永安郡主脱不了干系，恐怕想让您知难而退，离开京城，彻底和将军断了联系。婉娘，你先回去歇息吧，这件事我会解决。我已经公开如何制作点心的步骤，以后谁再敢污蔑莫雅轩，别怪我不客气，闹事的一律衙门见。想要闹事的人都要掂量一二。今日给新老顾客优惠，但凡买2斤的食客都送半斤。还是夫人厉害，这么轻松就解决了所有的麻烦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莫雅轩了。婉娘，你要记得，做事不光要有心思，还要有处事的手段，更不能遇到事情就想着用武力解决，更不能事事依靠男人。在这个时代，女子除了依靠家族和男人，好像第一次听说可以依靠自己。夫人真是厉害。听闻之前永安来闹过，你没事吧？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记得派人去寻我。将军桃花运不错，红颜知己倒是不少。你误会了，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将军日后还是少来莫雅轩为妙，否则我和婉娘怕是都要在京城无法立足了。将军，夫人确实过得不易，为了铺子的生意，夫人想了很多的法子，吃了不少的苦头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能强迫金香做出任何选择。来，收一下，你白好喝了吧？夫人，其实您真的误会将军了，他不是那种沾花惹草的人，只是将军一身军功在身，加上出身世家。我懂婉娘，其实我也不是故意针对他，只是我的情况你应该了解，我带着2个孩子，我这样的身份只会折辱他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只是和他一起回京就被各种针对，说是成亲，后果只会更严重。世俗为何如此的无情？明明夫人和将军都是两情相悦的，但是要顾及那么多的东西。婉娘，若是你真的为了我和季将军好，就以后别再撮合我们了，也要和他保持距离。婉娘，你可知道京城哪家学府比较好？我想给孩子们选择一处。周夫子和将军关系不错，或许可以去哪儿？你就是那个和我们抢名额的村妇？就你们这样的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一个乡野妇人，还妄想入周夫子的门，完全不认识这人，故意针对我，只能说明对方被人收买了，和自己过不去。是否能入周夫子的门，不应该由周夫子考量学问吗？怎么现在青城学府换你当家？无知蠢妇！周夫子的学问很高，就那2个小崽子，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如何能过得去周夫子的考验？来京城之前就做了功课，知道2个小的要入学堂，从半年前就找了有名气的秀才，给2个小的补习落下的功课，现在早已今非昔比了。就你的2个孩子，也配让周夫子考教？周夫子还未说不行，你算什么？之前确实有人给我送信，说阮金香的坏话，说她一介村妇妄想染指季将军，而且还带着别人的孩子。细细一想，又觉得不对。以季将军的性格，若非动心，怎么会容忍一个村妇染指自己的名声？你好大的胆子！见了周夫子居然不行礼，毫无礼数可言，怎配来青城学府求学？礼数，礼数是留给值得的人，不是任何人。言之有理。夫人觉得我这学府如何？环境还不错，适合求学。
就是学子的质量，夫子还要严格把控才是。整个京城这么敢说的，怕是只有你阮金香了。玉灵、玉明见过周夫子。见过夫子。你们说求学是为了什么？为懂进退，知荣辱，明得失，守本心，为博古今，识民生，察人心因果，通世间百态。这是乡野村妇的孩子。夫人，在下有句话想要问问夫人，你为何让自己的女儿读书？世人不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？在我看来，女子更应该读书，让自己学富五车，这样以后相夫教子的时候，也不会被人嫌弃毫无学识。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受到任何人的欺辱，有自保和分辨的能力。好，好。婉娘是何人？夫人，没谁，走错了。夫人住的地方鲜少有人知晓，本以为是季将军来贺喜，没想到是这个不速之客。阮金香，是我。裴大金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都到了京城了，你找我干嘛？金香，你不能这么无情。我们好歹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赏口饭吃总可以吧？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，好意思让夫人给你饭吃？什么情分？差点没被你害死的情分吗？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这河离的女人也一样。瞧瞧，这不少就有人上门了。不然说呢？据说这阮夫人在繁华的街道上还有间点心铺子。我可听说了，这位可不简单呢。据说勾搭上了朝中的季将军做靠山，不然那些东西怎么来的？靠他一个妇人，还带着孩子，如何赚的？还不是卖身子？还不滚进来，等着被人看笑话。来了，婉娘，去给爷烧点热水，找一套干净衣服换洗。裴大金，你哪来的脸？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？拿着银子抓紧滚蛋！以后就算是死在外面，也和我没半毛钱关系。再敢来府上骚扰，别怪我直接报官抓你！阮金香，你真是够无情的，怎么现在发达了就不想和自己前夫君往来了？阮金香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好歹还是2个孩子的爹，你就算不看僧面，也要看佛面。还好意思提孩子，真不知道这个人渣哪来的脸。要不是他害得自己和孩子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？没差点因为你的小情人害得2个孩子差点死土匪山寨呢。不要就还给我，拿了银子就立马滚。金香，真的不能再收留我些日子吗？滚！阮玉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娘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也配和我们在一个学院上学？清晨出门的时候，娘亲有交代，不许自己惹事。怎么，默认了？你是不是也是你娘和别人厮混生的野种？你娘可真是够下贱的，多少银子睡一次啊？哎，阮姑娘，阮姑娘，还不住手！谁让你们打架的？是你儿子先动的手，瞧瞧给我们家的孩子打成了什么样子。这件事儿没有10两银子，休想善了。您教育的儿子真好，礼数周全。若非你家孩子辱骂在先，我儿子如何会动手？在我看来，你儿子有一天被打死都是活该。是你们羞辱在先，若是还不道歉，休怪我们立即报官。到时候去了官府，事情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道歉？我可是永安郡主的远房亲戚。真像了，怪不得故意针对阮玉明。若是觉得我们身份不够，那就派人去请季将军。想必将军的身份够了吧？对不住。带着你的孩子回去，青城学院不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。
对不住，是我的失责，才让玉明出了这样的事情。您放心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。玉明的医药费全部由学院承担，学费减免1个月。您看这样处理，您是否满意？周夫子处理得很好，小孩子之间难免摩擦，夫子不必自责。此女果然不凡，换做一般妇人，怕是早就闹上天了。此女却从进门开始就一直不骄不躁，只是3言2语就让对方认错。铁锤可有事？你想好了，认定了此生就选他，他可是有1儿1女啊。我不在乎他的1双儿女。痴儿啊，可是他在乎。你身份在京城贵重，他自知与你不配，怎么敢靠近？今日玉明被人羞辱，牵扯根源还是因为你的身份。若非是你的缘故，那人岂敢？此事我会解决。今日是永安郡主，那明日呢？又是谁？京城惦记你的贵女不在少数，你可知晓哦？啊，他身后无人可靠，一路苦过来的人，又怎敢交付真心？这是今年的新茶，宫里赏的，你尝尝如何？永安，之前若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让你误会了，今日我给你道歉，我对你没有半点别的心思。你今日来此如此说，是不是因为阮金香？他在京都所受的一切，可都是你安排的。他一个村妇罢了，还不配本郡主亲自针对。阮金香是本将军追的他，并非他纠缠我。你若不满意，有事尽管冲着本将军来。话已至此，我希望你莫要纠缠不清。我究竟哪一点不如他？他一个村妇还带着2个拖油瓶，你就如此稀罕？为了他，不惜喜当爹？你哪儿都不如他。他为了百姓，遇到灾情可以散家灾，你可以吗？让他回去吧。将军，夫人今日不适，不见客，您还是回去吧。这京城居然还有人敢拒绝季将军！你转告金香，我只进去看看孩子，若是铁锤无事，我和郎中立即离开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铁锤无碍，已经睡了。我只希望你和孩子们可以平安幸福，别无所求。永安那儿我已经说清楚了，往后他不会再为难你们母子。阮夫人，这是我家小姐让小的送来的请柬，小姐举办宴会，还请夫人赏脸。我和你家小姐并不认识，不知你家小姐为何宴请我？夫人是墨雅轩的老板，点心在京城出了名的不错。小姐说丞相府宴会的点心都和夫人预定，这是清单。不愧是丞相府，果然大手笔。丞相府千金忽然邀请，恐怕宴无好宴。但是送上门的生意没道理往外推。既然话已经带到，那小的就告辞了。夫人，丞相府千金向来骄纵，您还是别去为好，我担心对方对你不利。你就是墨雅轩的老板。听闻你和季将军关系不错，所以宴会的点心才选择了墨雅轩，算是照顾你的生意。多谢小姐照顾生意，你也是好命，攀发上了季将军。否则，就你一个外地村妇，恐怕想在京城立足都难。别说生意红火了，能有幸认识金香，是我的荣幸。既然是来府里送点心的，就跟着曹管家去后院吧。回来！你是何人？来此有何目的？又是丞相的新把戏？
公子对不住，我是来给丞相府送点心的，一不小心迷路了，所以才误闯入此地。我现在就离开。被算计还不自知。阮金香，你怎么回事？本小姐让你送点心，谁让你乱闯的？这儿也是你可以来的地方。若是惹怒父亲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丞相府的人真有意思，你要不要去问问你们丞相府的管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张口就污蔑人。这个贱人，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反驳我，真是好大的狗胆！老臣见过肃王殿下，是老臣的失误，求殿下恕罪。肃王，传闻肃王殿下为了天下征战无数，被敌军算计残了双腿，就连一张绝世容貌都被毁容。皇上心疼肃王，让其休养，没想到会在丞相府邸。丞相府比今日倒是热闹非凡。谁允许你到这个院子的？滚出去！丞相，对本王的客人还是客气点好，否则本王的脾气丞相清楚。朝中肃王权势滔天，虽然在自己府中休养，可是自己没少拉拢，可惜对方完全没有半点意思。眼前的女子倒是不简单，居然能让肃王替她说话。将军怎会在此凑热闹？金香是我故友，担心她有事，所以来看看。当朝2个最有权力的人，居然都和眼前的女子关系匪浅。若是能拉拢到太子的阵营，皇位必然稳固。你和阮金香是如何认识的？我怎么不记得她是哪家的贵女？什么贵女？她也配？她就是季将军从边关带回来的女子，还有2个拖油瓶。真不知道这种货色是如何迷惑季将军的。此女不简单，你先莫要得罪。此女有大用处。爹爹，一介村妇有何用？她妨碍女儿和季将军的好事，您一定要替女儿做主。莫要坏了为父的大事。儿女之情都是小事，天下好男儿千千万，何必执着一个人？女儿不管，我就要季将军。他不仅一表人才，还在朝中功绩无数，天下有几个男子可比？爹爹，女儿的幸福不重要吗？您帮帮女儿，一定要阮金香滚出京城，或者永远消失。妇人之仁！草民多谢肃王替我说话，否则后果恐怕不是草民能够承担的。王爷，此番恩情，季某铭记于心。日后若是有用得到的地方，只管吩咐。本王相助，因为他与我同是可怜之人，与你何干？既然护不住，就别招惹对方。现在好了，因为你，差点落得个身死的下场。金香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知道这1年你因为我吃了不少的苦头，我对不住你。可是让我放手，我做不到。我真不在乎你的身份。你是不在乎，可是他在乎。京城世家贵女在乎，包括你们季家也在乎。我刚来京城没多久，季老将军就找过我，请我远离你，我答应了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季家可不简单，世代功绩过人。若是你可以嫁给季将军，届时身份必然水涨船高，京城恐怕没有几个人敢欺辱你了。若是我真的贪恋权势地位，那我选择王爷岂不更好？肃王妃的身份比将军夫人更胜一筹。大胆！谁允许你拿王爷开玩笑的？不想要命了？本王还真不如季将军在京城吃香。本王一个残废而已，哪家贵女愿意与本王共度余生？王爷身份贵重，功勋过人，他们不选王爷是他们没眼光。这个是草民在庙里求的，据说很灵验，送给王爷求个平安。今日在学堂，夫子教了什么？可听得明白？那是自然，夫子还夸我了呢。丫丫，可是在学堂有人欺负你。娘，您和爹爹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在一起了？娘，其实这些日子我们在上学堂的路上遇到了爹。
娘，我知道爹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活该，可是他真的好可怜，穿着褴褛还吃不饱饭，也无处容身。娘，你可以帮帮爹吗？这个裴大坚真是厚颜无耻，居然打上了孩子的主意，该死！裴大金，你给我站住！裴大金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的难道不够明白？金香，我真是无路可走了，求你了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收留我些日子。裴大金，我对你算是仁至义尽。金香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逃荒来的路上，娘因为小妹被土匪杀了，小妹也死在了土匪的手里。我若是有办法，也不会如此。裴母在裴家对我还算不错，现在就当是还她恩情了。金香，我愿意留在你身边做个打杂的小厮，或者去莫雅轩当个伙计。莫雅轩就算了，我会给你找份活计。若是你敢偷懒不干，以后我就再不管你的死活。钱镖头，这是我家一远房亲戚逃荒来的，不知您这儿还缺人吗？听说你以前是衙役，为何不干了？边关战乱，城镇被敌国侵占，在下也无处容身了，才逃荒到京城。宋彪可有危险？一路上什么人都有，你若是想留下，可要想清楚。只要镖头您赏口饭吃，不管如何，在下都认真负责。带他去熟悉一下镖局的环境。钱镖头，若是他不认真干，偷奸耍滑，您不必留情面，直接将人赶走即可。之前丞相府的点心，听闻是夫人送的，路过来买些别的。是。还未感谢王爷之前的相助，这些点心全当谢礼了。送就不必了，平安府已经谢过了。王爷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把王爷推进去，找郎中！王爷，您没事了？是你救了本王？是，这是药，王爷留着吃，效果很好。不过王爷可以找我。你到底给王爷吃了什么？胡闹！你好大的胆子，不懂医术，居然敢给王爷胡乱用药！若是王爷出事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好心救你主子，还救出错了。若是素王死在我莫雅轩，我以后还如何开门做生意？若非素王对我有恩，今日即便是死，我也不会多管闲事。既然素王无碍，麻烦离开我莫雅轩，以后也无需再来。小七，不许无礼，本王无碍。是。丞相府的医者都无法这么快就医治好自己，阮金香却可以。这个女子真是处处给自己带来惊喜。恭喜王爷，您的脉象平稳，丝毫不像是有癫痫，以后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容易犯病。此药有特效。小七，你以后对阮金香客气一些，不许无礼。是。如此小的药丸就可以治好自己的癫痫，这个阮金香比预想的更有意思。小七，你去查一下关于阮金香的事情。哼，你瞧瞧，这里面都是什么药？属下无能，闻不出药的成分。把药丸碾碎，再仔细分辨有什么药。这京城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看病的去别处。阮掌柜，您可不能厚此薄彼，我们求医也是出银子的，并非免费，您怎么能推拒呢？就是阮掌柜的，只要您医治好我的旧疾，别说银子了，要什么我都给。您给我把把脉。诸位，不是我不给诸位瞧病，我确实不懂医术，给苏王瞧病也是意外，因为我家之前有个亲戚有此病，机缘巧合遇到一位神医，恰好教我治疗癫痫，其余病症我真的不会。阮掌柜是看人下菜碟，觉得我们这些老百姓无权无势，不配让您瞧病。就是，真没看出来，阮掌柜如此势利眼。自己给苏王瞧病的事情，本来就知道的人不多，能一夜之间闹得满城风雨，恐怕少不了有人背后操作。诸位，我阮金香开门做生意的，银子最大。若是真有那个本事，
怎么会把诸位的银子往外推？太过分了吧！确实不会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若是给诸位瞧出个好歹，岂不得不偿失？夫人，此事怕是没那么简单，您还是小心为上。这些日子不如和我一同回家吧。夫人，快跑！小七，你为何会这么巧合在北街？主子差属下来北街办事，恰好听到打斗的动静，所以来看看，发现是夫人才出手的。王爷，属下回来的时候，恰好遇到阮夫人被人行刺，可知道是何人所为？回王爷，属下查看了死者的服饰和腰牌，是丞相府的死士，安排下去，今夜刺杀阮金香的人全部杀了。王爷，您的病还需要丞相小府的医者，若是和丞相交恶，恐怕日后求人就难了。为了个陌生人，不值得。府医，哼，连阮金香的一颗药丸都不如，还要意思提及。本王用了阮金香的药，已经数日未犯病了。丞相府的府医效果有这么好，能坚持几日？你不知道？王爷，您的身份尊贵，可万万不可因为阮金香失了身份，若是被陛下知道了，恐怕麻烦。下官见过肃王，王爷一向淡泊于世，为何会对金香的事情如此上心？那季将军呢？你又是为何？季将军，上次阮夫人说得很清楚，你既然无法给阮夫人想要的，那就远离，别叨扰对方，岂非最好？王爷比本将也好不了多少。王爷成亲要上皇家御蝶，您觉得以金香的情况，皇上会同意金香上御蝶吗？季将军怕是对本王有所误会，本王对皇家身份丝毫不稀罕，若是他肯，本王愿意放弃肃王。王爷怕是疯了不成？为了一个女子放弃皇家身份，若是陛下知道了，王爷如何面对？金香，你情况如何？我听闻你遇到了刺杀。二位一个将军，一个王爷，以后都少来我这府邸。季将军，放手吧，你的爱对于他而言是负担。王爷也算是阅人无数，为何非要和下官争夺金香？只要你一句话，陛下必然会成全王爷。王爷并不是非他不可，不如成全下官。往后下官欠王爷一份情谊，只要王爷所求不违背道理，下官都愿意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季将军，金香不是物件，也不是你的什么所谓的情谊。再说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非他不可？阮金香并不比京城任何一家贵女差，相反，她很出色。她不仅会做生意，还心地善良。抛开2个孩子不谈，求娶的人不会少。王爷是打定主意要和自己抢人，是各凭本事，不是抢。女士，你来了，许久不见了。这次有什么好东西？这次的货不错，给你出价8万，你看如何？好的，老板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哪儿有成衣店？成衣？此女来了这么多次，穿着都是一副古装，不知道是不是精神不太好。过了这条街，再走几步就是成衣店，什么类型都有。哇，这么多漂亮的衣服，这料子摸起来好舒服，还有一股淡淡的熏香。姑娘，你喜欢什么款式都可以上身试试，这边的衣服都是可以试的。没想到衣服还可以试试。老板，这个款式我要3套，还有这些都要。50多套，这些都要，那我可以给你优惠一些，按着批发价走。一套原本是248的，现在一套按着120算。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。婉娘容貌虽然不是十分出众，但是身段不错。婉娘，我们选的成衣铺子不能离墨雅居太远，否则不好照应。哎，夫人，这个铺子转让。夫人是要挑选布料吗？可以给夫人一些优惠。掌柜的，你这铺子如何转让？这100两银子。掌柜的，我不要店里的布匹，价格可有商量的余地。不行，夫人，
我这铺子在街中心，即便您不要布匹，价格也是最低了。若非家中有急事，我也舍不得出让。好，我转了这铺子。父王给夫人贺喜！夫人，将军命小的给夫人贺喜。开个成衣铺，居然惊动这么多身份贵重的贵人。哎，你帮我把这个也包起来。人呢？阮老板，你来了。我来看看你们家的新款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新款。我要100件。好，我马上给您打包。金香的生意如何？王爷，阮夫人不太对劲，属下今日跟着她一起进了一个巷子，那个地方是个死胡同，但是她进去就不见了。属下一直守着，几个小时后，阮夫人背着一个背篓，背篓里有不少的成衣，从那个巷子走了出来。以后阮金香的事情不要再继续调查了，今日的事情你也烂在肚子里。是。王爷，阮夫人身上有很多离奇的事情，比如给您的药，属下问遍了郎中和宫里的太医，都无人见过。还有她售卖的点心也是，从未有人听闻。现在的衣服款式也不是我们京城流行的。王爷，您英明一世，莫要因为她毁了自己的一切。属下担心她是敌国的奸细。蓝衣坊的人都死完了，都没人招呼顾客，就拿这种货色打发本小姐。店内人太多了，招呼不周，实在抱歉。不知姑娘想要什么款式？阮金香真是好手段，靠着季将军和素王，居然以次充好，用这些东西就忽悠别人，为了赚钱，真是毫无下限。既然姑娘瞧不上，就换一家成衣店。我们店里的东西有目共睹的，卖了那么多成衣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衣服质量不好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们小姐能来你们店里消费，是你们蓝衣坊的荣幸。你可知道我们家小姐是什么身份？丞相府千金，你居然敢出言不逊，还不下跪道歉？丞相府千金，好大的威风！要耍威风，麻烦回你丞相府，这里是蓝衣坊。丞相府千金，好大的威风！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皇家公主。臣女见过王爷。您瞪我没用，这是王爷的意思。若是不服气，您可以找王爷。我一介草民，您若是非要针对，我也拿你没办法。阮金香，你若是对季将军没意思，就和他说清楚，不要纠缠不清，吊着人家算怎么回事？没想到是因为季将军。小姐若是不满，可以自己和季将军说。小姐，阮金香，我有个法子，可以免你不被这些事情侵扰。愿闻其详。你我可以合作，你当我名义上的未婚妻，这样你可以不被其余世家贵女记恨欺辱，季将军也可以死心。王爷并不缺女子，为何偏偏选绵女？因为你可以医治我的病。我有要求，你我假意在一起，我可以替你遮挡一切。你可以借我的威名，作为回报，你替我医治好癫痫和腿疾。你不必担心我耍手段，我可以与你签署协议，只要你想分开，随时都行，我不会有二话。陛下，素王求见。皇兄，看看为兄刚刚写的这幅字如何？皇兄，臣弟想要议亲，还请皇兄替我下一道圣旨。胡闹！你什么身份？他什么身份？他还一个二嫁妇，如何配得上你？皇兄，你当初答应我的，为了这天下，你的皇位我付出了一切，不光是手下还有这副残躯，我就想和他在一起，还请皇兄成全。皇帝，若是你真的喜欢此女，朕可以赐她为你的侧妃，再选择一世家女子为正妃，这样也不会辱没了你的身份。皇兄明白我的性子，除了他谁也不要。好，金香，你真的要嫁给素王？谢谢你在这边关和京城对我和孩子的照顾，但是季老将军说的没错，我不能恩将仇报。你和我隔着一道鸿沟，我们不合适，放手吧。金香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心里容不下任何人，只有你。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不信你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。季将军，金香是本王的王妃，还请你注意身份，想必也不想季家毁在你的手下吧？你该不会是动心了吧？金香，季将军和季家无法分割的，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己的功绩，更不会违背季老将军的。但是本王不同，为了你，本王可以自请出皇家，
只要你不喜欢肃王和肃王妃的身份，我随时都可以。多谢王爷的厚爱。等季将军议亲后，我们之间的合作就此为止。希望届时王爷可以说话算话。自己和季将军，不管哪个身份都不一般，他却一个都不选，全靠自己打拼，在这京城立足。王爷，还请您让郎中把自己的腿疾和癫痫的情况事无巨细的写下来，我会想办法给你医治。好，本王会安排人送给你的。阮夫人莫要害怕，本相今日就是与你吃个便饭罢了。阮夫人生得出众，运气也绝佳，不仅季将军喜欢你，现在连权倾朝野的肃王也喜欢你。丞相大人无故请草民吃饭，倒是让草民有些受宠若惊了。不知大人所谓何事，不妨直说。小二，倒也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就是夫人才华过人，深得肃王喜欢。若是夫人愿意和老夫合作，老夫可以保证，往后余生，夫人荣华富贵一生，包括你一双儿女也一样。丞相大人太看得起草民了，草民就是一介无知村妇，怕是无法让丞相大人满意。大人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不识抬举，丞相此人阴险狡诈，今日之事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夫人，丞相大人怕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，不如您还是找季将军吧。婉娘，我的事情以后都不许再麻烦季将军。若是你们不听劝，执意要和季将军继续纠扯不清，不如你就回到季将军身边吧，反正你也是他的人。夫人，婉娘没有那个意思，只是担心您的安危。既然夫人不喜欢，婉娘以后不会再和将军多说夫人的事情，还请夫人不要赶我走。婉娘，我并没有什么亲人，除了2个孩子，就只剩你。在我的眼里，你一直都是家人，没有赶走你的意思。夫人若是不嫌弃，我和夫人愿意做一辈子的家人。婉娘，我想给莫雅轩和蓝衣坊买几个会武艺的小厮，这样再遇到事情，我们也不至于太被动。夫人考虑周全。我想要的小厮是那种身上有股狠劲儿的人，这些小厮们明显被人牙子搓磨得双目无光，不符合自己的要求。哎，夫人，其实我们后院还有一个，只是那个人性子倔强，不管你如何严加管教都无动于衷，所以不敢和您说。去瞧瞧。夫人，您也看到了，此人野性难驯，我真不敢给您卖。若是您买，我也不敢给您保证他不伤人。他多少银子我买了。夫人，你若是执意要买，我可不负责他是否会事主。至于银子15两，给他瞧病，我们可没少花钱。好，我买了。别以为你买了我就会感激你，我是不会给你当走狗的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？我们夫人心善，不想看你身陷囹圄。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那么凶做什么？我不用你感谢。你若是想离开，我也不会拦着你的。不过你一身的伤，如果你想离开，也要先跟我回去处理一下伤口再说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若是你以这种手段想要收买人心，你搞错对象了。我对你没有任何目的，你不用如此紧张。等你伤好了后，若是你执意想走，我会给你准备盘缠，不会为难你。我说话算话。这碘伏和消炎药水虽然不是什么神药，但能最大程度避免感染。你别不识好歹，我们夫人可是肃王妃，身份尊贵，还可以为你亲自处理伤口，你知足吧。您真的是肃王妃？我可以信任你吗？你认识肃王？夫人，您可以让我和肃王见一面吗？刚刚处理好伤口，莫要乱动，一会儿伤口又崩开了。你不必如此，我不在意那些虚礼。从我买了你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也不用对我心怀戒备。婉娘，你亲自去一趟肃王府，就说我有急事想见王爷一面。是。是属下无能，差点耽误了主子的事情，幸亏命大，没死。怎么回事？属下远赴敌国，好在没有让主子失望。属下亲耳听到丞相和敌国的军师有勾结，只是还未查到有力的证据，就被对方发现了。你伤势严重，坐着说。属下被追杀到边境，因为受伤太重，被人牙子刑抓住了，一直关押在笼子内，加上伤势严重才未脱身，今日才被阮夫人所救。其余的事情本王自有安排，你不用多管，好好养伤即可。既然是金香救了你，往后你就留在金香的身边，做个隐卫，保护她的安危。是，属下定不辱命。
感谢你救了尹姨，往后他就是你的尹卫，跟着你，负责你的安危。没想到自己随意买的一个小厮，居然这么巧就遇到了素王的人。王爷不必如此客气，人还是你带回去吧。金香，你不必和我如此客气。眼下你的情况更需要尹姨，我府中不缺人用，更何况你我即将订婚，日后成亲后，我们还是要住在一起的。尹姨随时都可以见到的。尹姨的命是你救的，跟着你名正言顺，你不必多想。自己确实比素王更需要一名武艺高强的手下，比起婉娘，素王的人武艺应该更强才是，正好可以弥补自己店铺的空缺。多谢王爷，我就不与你多客气了。王爷不如留下用了晚膳再回去。好。金香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这位是素王殿下，你不在镖局，怎么忽然来了？我出镖回来了，赚了一些银子，就给你和孩子们买了礼物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忘记介绍了，本王是金香的未婚夫。陛下亲自赐婚。我和阮金香之间有差距，一直在努力想要追回阮金香，可是现在情敌是素王。我现在又有什么资格去质问阮金香呢？只是阮金香的合力前夫素王才是阮金香的未婚夫。裴公子坐下说，不必拘谨。老夫寻你，并非要为难你。不知丞相大人找小人所为何事？裴公子可想追回阮夫人？本相可以给裴公子换个安全些的活计，不必每日那么辛苦跟着镖局冒险。只要你跟着我，身份也会水涨船高，日后也不用自卑，赚的银子自然不会少。有了钱，自然可以追回阮夫人了。您的目的是什么？本相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作为回报，你去阮金香身边当奸细，替本相打听素王和季将军的消息。裴大金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。你在边境做的那些事情，不是无人所知。大人，求您给小人一次机会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我和阮金香早已和离，现在他和素王定亲，小人就是一部废棋，对大人无用。你就算再废，也是2个孩子的爹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既然之前阮夫人愿意帮助你，说明一点，她对你并非完全无情。既然有情，那你就还有用。你卖命走镖才赚几个钱，跟着本相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更何况，裴公子难道愿意自己的孩子喊别人爹爹？丞相大人忽然光临寒舍，不知所为何事？路过口渴了，和季将军讨一杯茶喝。季将军倒是沉得住气，自己的女人被素王抢了。丞相大人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。季将军不必如此愤怒，本相可以帮季将军。丞相大人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，居然亲自上门帮助本将军？你我可以合作，一个可以做文官之首，一个可做武将之首。这样素王手中没了兵权，拿什么和你抢阮夫人？若是季将军对阮夫人没意思，本相的女儿教的也不错，可以嫁给将军。这样朝着皆是你我的天下。丞相的女儿娶了多少家了？本将军对你的谋划没有半点兴趣。丞相请回吧。王爷真是树敌无数啊！丞相可是到处拉拢人，惦记的瓜分您手中的兵权呢。季将军倒是宽厚，本王和金香在一起了，你难道不记恨本王，还愿意告知本王？一码归一码，丞相如此做，恐怕早有不臣之心了。王爷还是早做打算，免得天下易主。季家满门忠烈，本王都记在心里了。日后陛下那儿，本王会告诉陛下，不会亏待季家。既然金香选择了王爷，还请王爷善待金香。若是被下官发现王爷对金香不好，下官不会错过争夺的机会。我倒是想对阮金香好一点，可惜她谁也不选，对我更是敬而远之。王爷，出事了！属下去查丞相府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丞相府最近飞鸽传书频繁，就截获了一纸，结果是丞相和敌国军师的书信往来。这是丞相的信鸽，这个丞相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勾结敌国的军师一起发国难财，真是好得很呐！你去请季将军来府中一叙。这是丞相和敌国的信件，本王准备将计就计，趁着这次战火再起，一举吞并敌国。季将军意下如何？
下官觉得王爷这个办法甚好。陛下，敌国常年滋扰边境，最近又卷土重来，臣觉得应该命人北上和敌国开战。可是，陛下，臣举荐李广将军。将军虽然年纪不大，可是胜在聪慧过人，武艺高强，定然可以扬我国威，收拾敌国。皇兄，本王觉得丞相说的有道理。我泱泱大国怎么能让敌国欺辱？但是这带兵出征可是大事，本王推荐季将军。下官愿意为陛下和天下百姓分忧。边境的情况，下官再熟悉不过，和敌国也算是老对手了。下官有把握让敌军大败。爱卿，朕觉得肃王说的有道理，李广确实不错，可惜太年轻，和季将军比还是差了不少。如今我国国库经不起耗费，还是由季爱卿领兵出征更为稳妥。真该死，季将军和肃王不是不和吗？肃王许久没有上朝了，今日为何忽然出现在朝堂上？王爷，今日怎会忽然上朝？可是出了何事？太后昨日命人送信儿，让本王今日清晨入宫一趟，想着许久未上朝了，凑个热闹。怎么，好似本王上朝，丞相不悦？怎么敢？只是王爷许久未去府上，臣担心王爷的情况。不如这样，回去臣就让府医去肃王府，让丞相挂怀了。本王身体很好，之前寻到一个良医，对癫痫颇有研究。本王吃了他的药，现在情况好多了。不过之前多谢丞相照顾了。怎么，本王的情况越来越好，好像丞相不高兴？自然是高兴的，只是市井之人很多都没有多少真才实学，骗子居多。下官担心王爷被人骗了。本王的癫痫和腿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小人真的不知道，小人只是奉命给王爷看病，其余的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很好。小七，把地牢内的刑剂都搬出来，给他尝尝，看看他是否知道。王爷，求王爷恕罪，小人是无辜的，都是丞相逼着小人做的，在您吃的药里动了手脚，癫痫都是药导致的，腿也是丞相让小人下的毒，小人真的不敢谋害王爷，丞相用小人的家人威逼。王爷，小人真的没办法，若是小人不听话，家人就会死在丞相的手中。解药呢？王爷，药在小人的怀里，只要服下，王爷的腿就会好起来，求王爷饶小人一命。金香，我要去边关了，你在京城要照顾好自己。若是遇到什么事情，可以去季家求助，我和爷爷说好了。边关的战乱不是早已平乱了吗？为何你又要去？难道敌国又撕扰了？金香，若是你真的喜欢肃王，我会成全你；若是你不想嫁给肃王，我也可以用这一身的功勋和陛下换你自由。你怎么如此的傻？你的功勋都是你上阵杀敌用生命换的。你等我一下，先别离开。这些东西你在边关用得到，何时开拔？我到时候来给你践行。你别来送我，我担心自己舍不得离开你。那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我在京城等你。金香，我有些事情要和季将军说，借你的小厅一用。王爷，您莫要误会金香，是我和他告别，只是友情的拥抱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金香不选你，也不会选我。之所以同意和我订婚，都是为了骗你的。他心里还是有你的，不想你因为他蹉跎岁月。季将军，本王希望你可以平安回来。不管金香选谁，本王都会尽力争取的，不会因为你就放手。多谢王爷可以坦然告诉在下，本王做事磊落，不想欠你的人情。若是你太软弱，死在战场上，别怪本王不念旧情。裴大金，你买的这些东西可不便宜吧？你哪来的银子？怎么，替你主子来打探消息了？啊！若不是小七意外发现裴大金出入丞相府，岂会发现此人已经成了丞相的走狗？王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问他。金香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被丞相逼迫的，我得罪不起。你以后还想见两个孩子吗？金香，想的话就不要再错下去。若是不想，那你就继续替丞相办事。你让金香失望的还少，以后会有人定期给你送消息。至于今日，你回去就告诉丞相，我和季将军因为金香彻底翻脸了。你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好在争执。婉娘，你替我走一趟，去把东西给季将军吧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将军，这是夫人连夜给您赶制的衣服和鞋子，还有一些点心和干粮，让您路上吃。
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等我凯旋而归。这是我给你求的平安符，你带着吧。不管你在边关遇到多大的事情，一定记得要保住一条命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夫人，季老将军不是迂腐的人，您和季将军若是有情，他老人家一定会成全的。季将军之所以违背季老将军的意思，是因为他从小和季老将军相依为命，季家再无亲人。阮夫人，之前老夫都那样对你说话了，没成想你还能来看望老夫。老爷子不必担忧，我和季将军不管是否能在一起，在我心中他都是我的家人。在边关他没少帮我，现在他出征了，我理应替他照样家里。此女倒是心怀大度，可惜了有2个幼子，若是没孩子，即便和离，也可以和自己孙儿凑对。听闻你在京城生意做得不错，来看我会不会耽误你的生意？殿内有婉娘照应，您不必忧心。季将军不在，您一个人，若是不嫌弃，可以与我汇北街的院子一起居住，房间我给您备好了。若是我去，肃王不会怪你？若是您可以去，求之不得。看好了。哇，影一叔叔，我想和你一样，可以吗？你能不能教我习武？好。玉明，学武功很辛苦的，而且也危险，你母亲不一定会同意。娘，我想和影一叔叔学习武功，这样我长大就可以保护你和妹妹啦。玉明，学习武功很苦的，你确定吗？为了你和妹妹，这点苦不算什么。影一，既然玉明想学，你就教他吧。是，夫人，学武功随时都会受伤，您确定？只要不是生命危险，随你操练。季将军出征有些日子了，不知他在边关情况如何了。将军，我们自头来了边关，就一直受制于人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无法给皇上交代。你们过来看，此地地理环境复杂，是十分适合埋伏的地方。不过需要你先带着5000精兵将人引入其中，到时候我会带着大军和你里应外合，一起歼灭敌军。还是将军有谋略，属下必然不会让将军失望。注意不要露出马脚，敌军连着上了几场，士气正旺，骄兵必败。只要你引入埋伏之地，其余的就不用你们担忧了。本将军会安排好其余的。将军，您听我给您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如何和丞相勾结，给敌军传递消息。丞相究竟给你许诺了什么，让你不顾自己的生死兄弟？你一直都知道我有问题，此次议事就是故意做给我看的，想借我的手请君入瓮。说得不错，之前几次的战败都是本将军送给敌国的，为的就是今日。只有培养起他们对你的信任，今夜的信函他们才会深信不疑，届时一网打尽。之前几次的战败都是本将军送给敌国的，为的就是今日。只有培养起他们对你的信任，今夜的信函他们才会深信不疑，届时一网打尽。别动，老实点儿。亏我之前还敬重你们季家世代为将，没想到你也用这种下作手段。你算什么英雄？你真是够卑鄙的，居然让人给我放假的消息，引诱我军渗入寒山关，就是想埋伏我军，形成包围之势。有本事你光明正大的打一场，我们未必不是你们季家军的对手。对付你们，何须我季家军？你一开始就收买了我的先锋将军，既然收益颇多，付出代价也是应该的。为了培养你的信任，我损失惨重。压下去，严加看管。你们的将领已经被俘虏了，若是投降者可以不杀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来人，抓住射箭之人！跪下！你是何人？为何刺杀本将军？
姓季的，你狗命真大！要不是那个替死鬼，现在你都去和阎王喝茶了。我是先锋将军手下的人，你凭什么抓我们将军？回营。怎么回事？回将军的话是先锋将军的人，趁着您带兵出营，杀了守卫，救走了先锋将军。好个丞相，此事没完！爹，我不要嫁给皇上，他的年纪都可以当我爹了。您明知道女儿心悦季将军，胡闹！季将军和爹爹处处不和，你别想了，爹不同意。那是皇上，谁敢违背皇上的意思？皇上能看上你，这是我们丞相府的荣幸，你还敢嫌弃？您答应过娘的，不会让我受委屈，求您了，爹爹，女儿不想入宫为妃。那是天子，是你想就可以，不想就不嫁的吗？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在您的眼里，只有您的仕途，没有任何人。眼下大局为重，这样的机会不多了。至于女儿，有了权势，还会缺子嗣？为什么？凭什么要用我的幸福给你铺路？我不服！小姐，您别哭了，伤身体。奴婢给你倒盏茶，您缓缓神。我不要！小姐，这可是宫里的物件，您损坏了可是要被治罪的。您快停下吧，能入宫为妃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。点翠，不如你替我入宫，以后你就是丞相府的千金。小姐，我不能嫁。小姐这是要去哪儿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是丞相千金，你们敢抓我？姑娘果真是丞相府千金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现在丞相千金早已入宫，你若是，那他呢？难不成你们丞相府欺君罔上？我不是丞相府千金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你们。我只是丞相府的远亲，要回自己家。小姐对本王的印象如此不深刻，我们可是在丞相府见过的。你到底要如何？都是边关的特产，多买了一些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他去边关拼命守护疆土，还不忘给我准备礼物，这份爱过于沉重了。金香偏心，他不在京城的时候，都是本王护着你们的，怎么不见你如此含情望着本王？到底还是他在你的心里分量更重。王爷这醋您都吃？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影一现在情况如何了？许久不见，伤可好了？影一基本恢复如初了，就是铁锤整天缠着他，要学习武艺。若是习武，我也可以教铁锤。老爷子给我来信了，说我不在的日子，都是你在照顾季家，说你若是愿意，他同意我们的事情。谢谢你啊。小事而已。本王这个未婚夫还在。不愧是季家的后人，用兵如神，有几分当年季老将军的本事。陛下，臣在边关差点死在自己人的手中，人被抓到了，说是丞相指使的。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老臣就是一个文官，和武将鲜少来往，怎么可能勾结武将谋害季将军？定是有人故意污蔑老臣。若非丞相，本将军也不会这么快回朝。从一开始，先锋将军就在给敌国将领传递消息，并且我军一再战败。若非本将军用兵如神，现在被俘虏的就是本将军了。臣对陛下是忠心耿耿啊！陛下，小女才入宫为妃，若是臣有不臣之心，怎会将爱女送入宫中？求陛下明鉴。季将军，说话要讲证据，
陛下放心，臣会抓到那几个鼠辈。你在边关出卖本丞相，大人有所不知，季将军那厮有多么狠辣，用各种酷刑折磨在下，实在熬不住才说了丞相大人。但是无凭无证，大人咬死不认，他又能如何？大人在朝着地位无人可比，皇上信任大人，只要大人委屈些，皇上必然会向着大人说话的。季将军现在满世界的在抓你们，若是被他抓到，后果你们知道。大人，不如我们先发制人，季将军留不得。既然斗不过他，不如对他身边的人下手。不对，抓住他，要活的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穷寇莫追，先查看一下是什么人。夫人，看着死者的情况，像是久经沙场的将士。夫人常驻京城，和边关的人并无牵扯。这些人抓夫人所谓何事？季将军回京直接入宫了，我还没来得及问关于边关的事情，这些人就站不住了。想来此事必然有蹊跷的地方。走，去季家一趟。静香，我给你倒茶，你怎么会突然来府上？将军，夫人昨日回府的时候，半路上遇到了劫匪，差点出事，多亏了影衣，否则属下无法护住夫人。你可有事？我无事，只是担心这些人是冲着你来的。那些人确实冲着我来的。金香，这些事情还未解决之前，你和孩子们先住在季家如何？金香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要为孩子想想。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记恨我，肯定会对你不利。好，我去接孩子，你在府中休息，需要什么，找管家即可。大人，您来晚了，阮玉玲和阮玉明被人接走了。你如此糊涂，怎么能将学子交给陌生人？玉玲和玉明喊那个人爹爹，属下以为是他们的家人，所以才把孩子交给了那个人。裴大金，他现在明面上是丞相府的人，但是他敢冒险抓孩子去丞相府，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周兄，眼下不是生气的时候，孩子比较重要。我不确定裴大金会带着孩子去哪儿。这样，你带着人先去一趟北街淮安巷，看看金香家是否有人。若是有人，麻烦周兄送个消息。你祈祷孩子不会有事，否则你难辞其咎。我先回去告诉金香，我担心她知道了会着急。如何？孩子可寻到了？孩子被裴大金接走了，但是现在还未寻找到人。季香，你先别急，容我确定孩子是否在丞相府，到时候我们一同去找人不迟。对方挟持孩子肯定是有目的，既然有目的，孩子目前就是安全的，我们现在不能自乱阵脚。影衣，你随季将军一起去找孩子，听季将军吩咐。是。您怎么来了？金香，莫急，老夫已经派出了季家的精锐，一定会找到孩子的。傻愣着做什么？既然选择了接受你，自然也会接受你的过去。再说，过去也不是你的错，你不必挂怀。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属下已经替你办事了，你为何还要对孩子不利？你是给本相办事了，但是你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没数。就你提供的那点消息，都是无关痛痒的。要不是看你和阮金香有些牵连，本相早已将你轰出去了。别怕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我一开始就没信过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信得着你吗？大人，求您了，放了2个孩子，属下愿意当牛做马报答大人的恩情。丞相大人，不知裴大金可在府中？他接走了铁锤和丫丫，现在金香来了，他也该还给金香了。季将军怕是误会了，裴大金之前确实来府中当差了，可是早已不干了。本相不知他此刻身在何处。之前还那么受丞相赏识，现在为何突然就不在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本相原本因为季将军和阮夫人的情面，把他当自己人，谁知道他手脚不干净，居然偷府中的东西变卖，被管家抓了个正着。本相断然不能留这样的人，就将其赶了出去。金香的孩子怀疑被他绑架了，所以才来相府打扰。他怎么如此糊涂？即便活不下去，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吧？阮夫人，可需要本相帮助？多谢相爷好意，草民自己找即可。你也听到了，他们走了，没有证据，即便本相抓了你们，他们也无可奈何。你最好安分一些，等本相大业成了，还可以给你和你的孩子留个全尸。季将军处处坏本相的好事，既然他如此在乎阮金香，本相怎么会放过这次机会？必然要他也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。相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出了何事？相爷，入宫的不是小姐，是丫鬟，属下也是刚刚才知道。还不把府中的人都派出去，把那个忤逆不孝的孽障抓回来！是。真是讨债鬼！小七已经查到了，人在丞相府，只是被丞相藏起来了。王爷，求您救救丫丫和铁锤，自己就是一介草民，对抗权势还得靠季将军和肃王。你们看此人是谁？丞相千金。他不是入宫为妃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季将军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我为了你，不惜和我爹作对，违抗圣旨，偷跑出来找你。你少厚颜无耻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做这样的事情了？你自己不想入宫为妃，关本将军何事？本将军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。丞相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送个假千金蒙蔽皇上。若是想接回真的，就拿裴大金和阮玉玲、阮玉明换，否则明日早朝就送真千金入宫面圣。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能干成什么事情？本相的谋划都被他毁了。相爷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去把小姐换回来。至于那2个小崽子，是。哼，既然已经说清楚了，我数1、2、3，我们一起松绑，放人过去交换。金香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被丞相骗了，差点又害了孩子们，都是我不好，求你原谅我一次。你先别说话了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来不及了，丞相让人在案件上淬了毒，就想要孩子们死。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有什么错？为了你的仕途，你不惜拿我的幸福做赌注，凭什么？季将军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只有阮金香。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？你还不死心？他对你有半点爱吗？若是有，怎么会拿你换阮金香的孩子？听爹的，陛下这几日政务繁忙，还未宠幸替身。你连夜入宫，只要得到陛下的宠幸，爹在朝中站稳脚跟。等爹的谋划成了，你还愁没有男人？季将军现在不爱你，是因为你的身份不够尊贵。等爹爹登上那个位置，你就是公主。以你的身份，强逼季将军娶你有何不可？女儿若是服侍了皇上，不是清白之身，季将军嫌弃女儿该如何是好？届时你是尊贵的公主，季将军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嫌弃你？小姐，我们如此会不会惹得龙颜不悦？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入宫几日了？皇上可来后宫见过你，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
你是何人？臣妾是您新纳的黎妃。回去吧，朕有空回去看你的，还有政务要忙。娘娘，玄太医，祝贺丞相千金受宠，日后可别忘了我等同僚。能得皇上宠幸，是小女的荣幸。王爷怎么也来上朝了？身体不好，还是要多休养为好。本王不来，担心没人恭贺丞相。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不惜卖女儿的幸福。皇上驾到！丞相教女有方，封国丈；黎妃伺候有功，封贵妃。皇兄，此事恐怕不妥。黎妃只是一夜就封为贵妃，您让后宫其余嫔妃如何自处？肃王，你别忘了，朕才是天子，这天下朕说了算。现在朕说封黎妃为贵妃，皇上英明，谢皇上。娘娘做得不错。今日臣在前朝扬眉吐气，气得肃王脸色都阴沉了。自然，本宫今日清晨是坐着陛下的轿撵回的朱翠宫，后宫多少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娘娘做得不错，不过别忘了你助攻的目的，多留意皇上的动向，多去御书房替臣打探消息。女儿昨夜无意间看到一份奏折，是关于敌国的。皇上下令边疆将领快速收拾了敌国，免得有后顾之忧。你可看清楚了，圣旨何时下达？可还说了什么？昨夜，皇上也在，女儿不敢太冒险，只是粗略看了眼。父亲还是早做打算为好。父亲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你要好好伺候皇上，要是有什么消息，就差人回府寻我。女儿为了你的大业，可是把自己的清白都搭进去了。不过陛下答应，可以帮丞相上位。不过丞相需要答应我国几个小小的要求。为了丞相，我国损失惨重。每年冬天的时候，丞相要给我国百姓提供1万担的粮食过冬，还不能欺压我国上贡。使臣这是趁火打劫。若是没有我国的精兵强将，丞相想要问鼎，恐怕不容易。您都坐上了那个位置，国库资源都是您的，还在乎这点蝇头小利？你们商量好了吗？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并不知道父亲做的那些事情，臣妾是冤枉的。你会不知道，不就是你们父女密谋吗？想要夺取朕的江山社稷，你们父女真是狼子野心，好大的狗胆！娘娘，您还是认罪吧，别再一错再错了。是你出卖本宫，你个小贱人，你安的什么心思，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？本相从一开始就被你们算计了，是不是？枉你聪明一世，阮金香与你订婚了又如何？还不是和季将军眉来眼去的？王爷头顶怕是早已青青草原了。把他拉下去，打入死牢！放开我！皇兄，赐婚的圣旨，劳烦皇兄作废吧。你的腿是怎么回事？刚刚人多眼杂，朕没问你。是丞相算计臣弟，才会变得残疾和癫痫，现在已经恢复如初。圣旨不是儿戏，你想清楚，朕不能因为你朝令夕改。若是你不舍，娶了她又何妨？皇兄，臣弟不想为难他，爱一个人是成全，不是束缚。臣弟希望他可以幸福。草民参见皇上。阮金香，朕不为难你，你今日选择一个，你到底选肃王还是季将军？你不用顾及自己的出身和地位。草民选季将军。金香，我总算娶到了你。该喝合卺酒了。谢谢你选了我。我本不想再嫁人的，但是陛下非让我选一个。在京城和边关，你对我们母子照顾颇多，我很感谢你。金香，无论我为你和孩子做什么，我都没想着回报。你很好，我能娶到你，是前世修的福分。金香，
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陪你到老。